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中美两国敲定了关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之前不是说它完全不贵，完全要打到底吗？原因到底是什么？恐怕是习近平早就知道，他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完全被孤立了。你看到这两天，最近俄乌战场有了新的变化。最近你可以看到有4个国家去找了泽伦斯基，他们施压了普丁，要求来停战。而普丁也接到这个讯号，他们即将在土耳其开启新一波的面谈。新一波的和平面谈代表什么？代表你习近平是不是白去了俄罗斯，已经被普丁抛在后面了？第二个讯号是什么？是教宗的选举。我们都知道新的教宗已经出来了，但是关于秘密会议上面的一些细节，今天西班牙的国家报特别用一个标题，他说秘密会议内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揭秘的是原本要接任教宗的恐怕是他，叫做帕洛林，但是帕洛林他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国的一些事件过从甚密，就是因为过从甚密，他才会在第4轮的选举当中直接被踢掉。而你们也看到，他说负责促成了梵蒂冈跟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所以让帕洛林让这些保守派完全无法原谅他。所以是从一直是什么？现在每个国家都在跟中国来算总账，尤其什么，连梵蒂冈都要算总账了吗？对，没错，习近平这次真的是踩到大地雷。为什么踩到大地雷？第一个，他不是5月9号一定要去这个俄罗斯访问吗？就你去俄罗斯访问完毕之后，你要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结果没想到欧洲几个国家，你看这一张照片里面含金量相当的高，法国总理，然后波兰总统，那法国总统还有英国首相4个人全部站在这个泽伦斯基后面。所以什么意思呢？我等于是这个站错边，我还想改善跟欧洲的关系，结果现在欧洲呢，他们团结一起来要跟你对抗，所以你站在这个俄罗斯方面，你不是就摆明了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吗？然后听说什么？听说连普丁了，他现在看到欧洲团结起来，他都想要跟他们谈了。哦，那这个习近平不是相当尴尬吗？我才刚刚去玩呢。对啊，结果你现在要跟他们谈了，那到底是怎么办？好，除了他目前为止来说，在欧洲方面来说似乎踢到铁板之外，现在媒体最新抛出来什么？西班牙的报纸说了。为什么最后是普瑞斯特担任这个所谓他们的教宗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前教宗还有原本呼声最高的帕洛林呢，他们呢都想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呢，显然呢，很多里面的这个梵蒂冈的一些所谓的枢机主教认为说，我们不要再跟中国改善关系了。中国还是在抓我们的教徒，中国还是不承认我们梵蒂冈任命的所有人啊，那我们干嘛跟中国好呢？所以听说这一批人呢，在原本呢都要支持佩洛林之下呢，就倒向了普瑞斯特，让他当选了。所以普瑞斯特的立场看起来的话，他会选择跟中国切干净。所以你看。这个《每日电讯报》说，教宗梁14世面临首次外交考验，来自中国。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教宗梁14世上任之后，方济各时代与中国共产党的协议再次受到审查，所以看起来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呢？他上台梁14世上台之后呢，要切开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跟你说。目前为止，习近平好像在国际上面的选择，好像都是选在错的那一边。为什么？我跟他讲，事实上，所有的枢机主教，各个地方的这个枢机主教都要由教廷来任命，就是由教宗来任命。但是唯独中国这边来说的话，他们就说，那你共产党也可以任命。所以在某些程度上，你不是就剥夺了这个教廷的这个？所以为什么很多保守派的枢机主教不能原谅这一点？你根本就跟我们教廷存在的意义是互相违背的嘛？对。所以而且。很多人不能承认说，因为这个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共产党他不信你这一套嘛，他无神论，那我们干嘛跟他接触？所以里面很多保守派在这一次他们就非常的不开心。好，那我就讲，在一开始投票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帕洛林呢，他跟普瑞斯特2个人当时的时候是帕洛林投票还领先哦，一直到前几轮都领先，但是到了第4轮之后呢？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不行啊！再这样投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帕洛林会当选。所以在最后呢，第4轮的时候，全部都灌给了普瑞斯特，所以普瑞斯特就变成是完全获胜的这个状况。所以也就是说，普瑞斯特就是梁14世上台之后，他的立场就是要，他显然知道嘛，你们投给我是为了什么？反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状况嘛。所以我上台之后，我一定要否定掉所有过去对所谓的这个教廷的，尤其是你跟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承诺，我可能都要完全都把它这个剔除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你看这个报纸这样说，下一任教宗需要更好的这个对华政策。那甚至有人说什么？
北京方面来说话已经毫不容易暗示哦，他说他是下一任这个教宗的这个首选，就是帕若林哦。为什么？你看4月22号的时候，教宗方济各过世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说，他说透过继续合作来改善中梵关系的前景，而在领先的教宗人选中间来说，帕若林显然是跟中国合作嘛。所以中国当时就已经明摆着，我就挺帕若林啦。对，没错。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枢机主教不想要挺这个帕若林。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帕若林当时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签的协定是这样，它有助于中国教徒获得正常信仰生活，然后又说拒绝以这个政治目光来解读协议，并表示对中国的这个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呢，不能够操之过急嘛。所以在2018年签这个时候，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啊，特别是说我们香港有所谓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荣休的这个主教陈日君他当初是挺反送中嘛，他就说什么？他说你帕若林的讲话令人恶心啊，有指说帕若林绝对不是无耻。这个愚蠢或者无知，而且睁着眼睛撒谎，直至他是无耻大胆的这个骗子。那他说反驳这个中梵协议中间可让教宗有任命中国这个主教，让教宗被中国认可为这个宗教最高权威的说法。他说怎么有可能？他说集权政权的这个话可信吗？然后你记不记得拿破仑达成的协约吗？还有。那个跟纳粹政府达成的这个协议吗？他直接指说中国是拿破仑啊，中国是纳粹这样子，直接轰无耻大胆的骗子。对，所以显然我就跟你讲，跟这个所谓陈日君有相同的想法里面的枢机主教都不多，很多人嘛，所以他们都没办法接受。好，那我就讲，在梁死世之后呢，他担任这个所谓的教宗之后呢，他的第一场这个弥撒之后，他讲什么？他说世界上目前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历世界大战在开打的这个局面。他说有乌克兰的这个大战。然后有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大战，然后还有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大战。好，那我跟他讲，他在指谁？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说的这个俄乌战争，当然中国跟美国都有参加嘛。那这个哈马斯里面来说的话，中国跟美国都有份嘛。但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美国好像没有介入嘛，是中国在介入这边嘛。所以好像他在讲的是说，中国啊，你在每一场战争里面你都有参与，当然美国也不对，但是中国你也不对嘛。所以当就让人闻到说，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味道出现，都在对中国讲。好，那我就讲，那为什么会让这一次会让整个这个很多枢机主教完全不爽？主要原因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这个之前的这个报纸说什么？梁14日上任之后呢，方济各时代与中国的共产党的协议再次受到审查。那教宗面临到中国试图在未来几代终结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企图。那中国趁这个目前为止没有教宗的时候，他就任命了2个这个他们新的主教。第一个是什么？承认政协委员哦，上海教区的这个副主教吴建林哦，他就说，我们就把他任命为这个辅理主教，就这样子哈，就这样，因为上海教区是天主教最大的这个教区，是中国最大的校区。那原本呢是这一位叫做马达钦，马达钦是获得教廷认可哦，马达钦是我们教廷认可哦，就中国现在任命人吴建林要来取代他，就这个马达钦呢，他马上就不见了，中国把他抓起来了。就抓起来，他就说：“我现在呢他说被隔离在这个佘山的这个修道院里面生活，那哪是隔离，就是被软禁了嘛。那他现在变成是吴建林，然后吴建林有经过教廷的认可吗？没有啊，他根本就不甩你嘛。中共的认可。对，好，那另外一个什么？他还当局还推选了一个叫李建林，然后担任这个河南新乡的这个教区的这个主教。好，那李建林是谁？我们刚才讲到说吴建林是政协委员，他还有党。”他还有官职，好，那这个吴建林是河南省的这个，他有推出一个叫禁止未成年参加这个弥撒通知书的签署者，所以他还在阻止这个教宗这个所谓宗教的推广啊，就他任命他担任主教，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梵蒂冈有可能会承认这2个任命吗？不可能吗？不可能嘛！你摆明你就摆明就是你还是在破坏我们的这个教徒嘛，所以我就跟他讲，至少目前为止来说，教宗他除了他还讲到什么？他当然是。会对这些任命会有不一样，所以我就跟你讲，中国跟梵蒂冈因为这些人事任命，还有这些宗教迫害，你觉得2个国家有可能会有坐下来谈吗？没有，我觉得这个难度相当大。好，那特别是梁14世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未来的这个推广的对象在什么地方？他说在许多环境中间，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被认为是荒谬的。然后更是为弱者还有愚者准备的，在这些环境中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其他的保障，例如技术、金钱、成功、权力或者是享乐。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迫切要为展开传教士工作的地方。他讲的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中国嘛，中国就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跟你讲，事实上显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宗教推广到中国去，但是他也知道说，目前为止，中国的环境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
梵蒂冈跟中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卡在一个死结状况之下，到底怎么去解？那这个所以才说，连梵蒂冈都要跟中国算总账，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习近平不仅踩到了梵蒂冈的大雷之外对，现在俄乌战场也踩到地雷。我们刚刚看到那张照片已经很吓人了。对，真的出招之后，现在普丁如果一旦说好，我真的要和谈，是习近平真的白去，习近平真的是踩到陷阱了。对，我跟你讲，5月9号的胜利日的时候，他邀请习近平来的目的是什么？普丁邀请习近平，就是你挑去扁嘛哈。我可能接下来我要跟这个乌克兰继续作战，我能挑去扁，那我们一起对美国、对欧洲呛虾嘛，对不对？两个关系无上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习近平毫无疑问是站在普丁这一边的。就那样，你5月9号看完阅兵之后，5月10号发生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没想到英国、法国、德国、波兰领袖，他们居然坐火车。这个主要是这样，他们3个，这个梅尔茨，然后这个法国的总理，然后这个马克宏，还有包括说像施凯尔，他们3个，他们3个坐火车哦，从法国、德国这样出发，然后一路这样坐，结果很想他们3个还在火车车厢上面见面，对，然后就讲了非常多我们怎么跟他们对抗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听说这一场主导者是这个梅尔茨，然后到了这个乌克兰之后呢，这个所谓这个波兰的总统又加入他们，所以变成是4个人，然后4个人呢去见这个我们泽伦斯基。你看泽伦斯基心情是不是很开心？他就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站在他旁边啊，他们4个就说，这样子我们要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你知道，听说了他这个还获得川普的认可，是谁打电话给川普？是马克宏。马克宏打电话给川普，那时候是美国时间早上。对，美国时间早上的时候，后来他们把他们4个人的说法跟川普说，川普也同意，所以等于是说，在欧洲，这次在欧洲主导下哦，是在这个所谓的梅尔茨的主导之下，然后欧洲4个国家跟川普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要求要停火30天，对，停火30天，然后要同时启动这个谈判，然后泽伦斯基就说，我愿意啊，而且土耳其跳出来说可以在土耳其这样子，所以看起来，他们连谈判的时间、地点还有这个都讲好，而且没有这个所谓梅尔茨说什么？以前呢，德国援助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他都公布，他现在说我不公布了，我盖牌，盖牌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给你更多。我没来管你了，我要给你更多，所以等于是他们对这个俄罗斯施压，然后这个川普也说，如果你再不谈判的话，我会给你寄出更大的这个制裁。所以，听说最新的条件是，普丁没有回应说你要停战30天这样的状况，但是他就说，我们15天之后在伊斯坦堡跟乌克兰直接会谈，真的要谈了。对，所以你知道他那习近平怎么办？不是我才刚停你。假设说他真的是要跟泽伦斯基去谈的时候呢，你看。欧洲都站在这一边啊，你站在后面的是中国，中国他才5月9号来，结果你马上就说，我要跟他们谈，我冒着生命危险我去挺你。那你说这时候最尴尬的是谁？最尴尬就是中国，不是吗？好，那为什么这个普丁要这样子？事实上，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普丁也知道你中国也不见得会100%挺我嘛。为什么？你看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个他们的何立峰在干什么？在瑞士在跟美国谈判啊，所以搞了老半天，他们2个都知道嘛。我们现在来这一场聚会来说话，你真的挺我吗？也未必啊，我真的挺你吗？也未必嘛。所以我要跟你说，2个人有一点点貌合神离的这个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来说话，这一场这个外交大秀里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损失比较多。为什么损失比较多？第一个，他原本是要站在俄罗斯这边，我要挺你，就没想到这个俄罗斯就已经跑走了。然后加上说梵蒂冈跟中国的关系，看起来的话，他也准备要面临到这个可能会被迫改变的这个状况。所以外交战场上面来说的话，习近平真的是在这一次里面来说，事实上是踢到了不少铁板。宇轩，我们刚刚讲这一次，习近平中国踢到了不少铁板，尤其是今天美中关税谈完之后，没想到胡锡进竟然发文，还有什么？这对我们中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胜利，这不仅是对中国胜利，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应有秩序的胜利。中美协议是一个示范，势必会对其他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形成鼓舞。讲完之后，没想到下面留言都不给他面子，直接说这是赢在哪了？我请问，不然赵尔这真的跌破我的眼镜。为什么？因为以前呢，小粉红最喜欢高唱这种大胜利，但现在显然中国里面内部反了。为什么？胡锡进讲说平等对等，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面对强权，我们没有跪。这个所谓的中美联合声明是我们赢了，但没有想到这句话音刚落，底下我们讲唱衰的声音倒不少。首先，马上呢有一个自卑爱吃小饼干说赢在哪了？我请问，赢在哪了？我请问。OK， 底下有人说我也想问啊，这哪里解决问题啦？老胡嘴巴里讲出来的总是一个字呀，所以讲白了，中国网友知不知道这个是所谓的大内宣？
当然很清楚啊，因为原本中国讲好的是什么？我绝不会跪，但请问一下，跪了没有？路透社的报道里面跟你讲说，不断的中国一直尝试性的要跟美国打电话，然后各方的都要想办法想尽跟他沟通，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你现在中国内部他就觉得经济压力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最后面只好派谁？才会派何立峰啊，才会派习近平的亲信去啊。而且更怕的是什么？各位，你不要只看英国而已。我们刚才是跟你讲说，英国里面藏一个协定，就是说对于重大的投资可能涉及到国安的，美国都可以插手，有否决权 ，say no。但是我请问一下啊，中国真的怕的是什么？紧接而来的24国，来哦，他跟你说会以美英为蓝图，24国宣布贸易协定。你看到的这是24项贸易协定，中国看到的是什么？24道金牌，擦一套一直插到我面前，每一个都见识我金牌，我吓死了吧！因为你看到英国这边光这钢铁公司，前一阵子各位，中国对他来讲，钢铁绝对是一个战略物资嘛，全球大量的去布局，他就跟你讲说最后倒闭，一直赔钱，一直倒，然后国家要去接管。那我问一下哈，美国这个协定签了之后，还会有这种怪事情发生吗？当然不会有啊，所以中国心里很清楚，你一方面其实所有协定都是跟我有关，对。我跟你谈的是我跟你谈的，但你跟其他国家谈的也是跟我有关，什么都跟我有关，对，你都我的事，你对高度针对性极强嘛，所以对中国来讲，这种事情不得不赶快，我至少就我可以灭的火先灭啊，其他的国家那个东西我们再看看，因为太无能为力啊。所以你看哦，现在连国内，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讲到李嘉诚要把巴拿马卖掉这件事情？那我请问一下，这是中国可控范围之内的事吗？对不对？理论上他管得着的事情吗？没有，他也管不着。这才最可怕的地方啊！因为先前他是不是跟你讲说巴拿马李嘉诚要卖，那中国一直说你这个叛国贼，对，我们要反渗透法，我们要国安法，我们要办你。就李嘉诚在干嘛？他跑去看5月天演唱会，笑得很开心。你看他这感觉像有压力的人吗？理都不理你，那老子96岁了，我还理你，对不对？我爱干嘛就干嘛，我爱看演唱会就看见，要出来还跟大家说，哎呀，懂谁啊？哎呀，谢谢啊，跟大家讲多谢。而且各位，关键在这边，重点在什么？重点在李嘉诚后面这个，他是一个神秘人物。我们先卖个关子，因为记者人问他说啊，巴拿马运河呢？李先生啊，你还没有卖啊？就后面就突然出现迷之音，这个人叫周凯旋 ，OK， 就是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外传是他的红粉知己。跟他讲说啊，退休了，这件事情他没有要管。事实上，巴拿马运河他们讲就是李嘉诚出山卖的，就是李嘉诚出山处理，因为本身他这个部分哦，他已经常年面对到这种所谓巨额的亏损。但那时候就包括李嘉诚哦，以及他的长子，还有长和主席哦，我们讲的李泽钜就参与在这边，是由他们亲自出马拍板就说好，那我们就卖 ，OK， 我们就卖给贝莱德。就你看哦，现在不只是说他要卖，中国管不着，那你国安法要办，他也没把你放在眼里。甚至李嘉诚还用外围的干嘛？江派的，搞你武夷嘛，找谁？何金、威苏，什么意思？还记不记得大家之前李嘉诚才特别呢？我们讲在合金的活动上面，跟新加坡这个国家投资淡马锡。表达这个说，哎呀，这个合金啊，哎呀，我们讲的非常的这种，你看哦，就是这个画面。这是他被骂完之后的首次现身哎。对，而且呢，非常的亲密，称呼他就是何金是他的好友，是他认识非常久的好朋友，而且这个影片有4分钟哦。然后不变的承诺，而且还代表说，我跟你就骂金卖，对不对？那你看何金也现身在这边，那何金现身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跟另外一个人对话，那个人就是谁？最关键的这个周凯旋，他就是跟这个周凯旋两个人在那边讲了，我们讲有说有笑嘛。那还记得何金做什么了吗？何金就是把习近平变成黑帮老大 gangster，OK， 对他进行言辞批判，还说他是孤单老人。对，你看这张照片多么残忍，就一个习近平，然后坐在那个我们讲阳光底下，前方后方全部都是阴影，然后戴个口罩，然后就孤零零的在这边，这就是何金嘛。所以很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有这股势力？为什么李嘉诚可以不甩他？代表在中国内部哦，你说江派也好，你说太子党也好，跟习近平对立面有另外一股力量正在跟他抗衡，而这股力量就是谁？当然就是以何金跟李嘉诚，这只是一个表象，所以代表他们在讲一件事情：你习近平已经不是定于一尊了嘛，所以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装老大嘛。那赵和为什么习近平他会现在动摇成如此？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跟他造势，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你拿不出数据来。
经济拿不出他不是去来。所有东西都盖牌了吗？对，我跟你讲，盖牌之前他还是有唱大话嘛，他跟你讲说，哦，我们国内就业率有高达90%哦，对这个数字很了不起，厉害。大学毕业生90%，结果云南大学我们讲也没给他面子，这是在网络上哦，突然间中国在网络上各地在丢这个数字，跟你讲说这是他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来哦，最高的对不对？哦，有高达53.4%，那工商管理学院哦，商管也有45.8%，但是你一路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什么生态跟环境、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在台湾其实算是蛮热门的科系哦，在大陆只有3%就业率而已，4%就业率。所以这完完全全打脸啊！而且你没有仔细注意到，知道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吗？我说哇，这个工商管理学院跟这个软件学院都有5成4成，好了不起，5成4成很高吗？低到不行嘛！这等于说我一半的出去就饿死嘞。对，我们以前社会学系，各位，我社会学系我们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社工系的出去是吃不饱饿不死，社会系一出去路上就马上饿死。但你不是你是软件的，你是搞 IT 的，那你是包括这工商的，全部出来跟我讲说只有一半就业率，然后另外一半的人就倒在路上饿死，能看吗？所以刚刚你才会讲到这个重点嘛，这14到24，我们以24为一个基准，已经很久没公布了。对。直接盖牌了，就可是一直涨就盖牌啊！失业保险金一直涨，我就把它盖牌，对不对？好，那我跟你讲，这9成哪里来的？真的有9成，各位，习近平没骗人。来哦，他说这个就业率啊，9成啊，赵好，你知道怎么样个9成吧？怎样9成？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为例哦，软件这个对不对？他有一半的人没工作，对，但不对，为什么？他说我搞自媒体。自媒体也算是，我开个那个抖音啊，我有抖音，我有、拿手机拍一下就算搞自媒体。所以各位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才会急着要赶快能够跟美国谈，就怎么谈，不管你说跪的、躺的，或者是弯腰，或者是下腰，什么姿势都没关系，谈就对了。不是，真的是跟大家讲的一样，习近平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谈？我今天已经被国际上孤立了，而且我的盟友，我最亲爱的朋友，或许都会离我而去。我们刚刚看到什么？刚刚看到乌俄战事，他们说要谈喽。今天包括欧洲几个国家去了之后，普丁的心软了。好，我们去土耳其走走。接下来还有什么？现在对于川普来说，我干嘛去分化你们？我光靠一个能源就可以把你们吃得死死的吗？所以习近平真的要被孤立了。你看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游行的时候，哥俩好，两个感情多好，而且解放军的仪仗队还一边游行一边用俄文讲说“中日友谊万岁，中日友谊长存”。可是实际上，普丁已经悄悄跟川普在勾手了。就在5月9号那一天，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谈一件事情了，要把一个巨大的利益让给普丁，让给美国，就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破产之后，就要改由美国人来接手。到时候俄罗斯的天然气要改由谁来接手？川普变成最大的中间商。结果你看5月9号的时候，德国政府已经在讨论一件事情了：如果北溪2号管线没有办法提出新方案，就要被破产清算，就是大游行那一天。对，那破产清算前，美国已经动手了。美国一个商人叫史蒂芬·林奇，他已经拿到普丁政府的同意，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北溪2号是有制裁的，但是他拿到一个同意，是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他可以在破产的情况之下买下北溪2号所需要的豁免许可，代表说，如果德国政府真的不要北溪2号继续干下去，让它破产的话，史蒂芬·林奇就可以去低价抢购，就是抄底这个北溪2号又破产的一个烂东西嘛，所以他说史蒂芬·林奇就可以去弄了。而且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他跟川普也很好，他是川友之间。所以你看5月5号的时候，川普突然间讲一件事情在讲北溪2号的故事。他讲说，其实我知道是谁炸的，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别人，他选举的时候就告诉别人不是俄罗斯干的。但是川普这句话里面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我才是最早应该把它炸掉的人，因为我当时根本不希望它被建成。那如果你把这句话延伸出来，就是再把它延伸它的含义的话，如果允许它就可以盖好了。川普的意思不就这样吗？那现在变成川友也要去接。为什么普丁想要跟川普谈呢？因为他已经受不了低价卖俄罗斯天然气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吗？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本来俄罗斯卖天然气卖到欧盟其实是这么多1500亿立方尺的，如果到2023年，其实只剩下几百亿立方尺。每年俄罗斯其实惨得不得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一下子在俄乌战争一结束就亏了70亿美金，因为都卖不掉嘛。所以他急于什么？普丁一直希望
把他的天然气跟石油卖出去，偏偏他又被川普美国给制裁，所以路透社就讲出独家消息哦，现在俄国跟美国正在谈乌克兰战争，所以双方特使正在见面。结果有8个人熟悉情况的人说什么，2个人在谈俄乌停战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天然气。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俄罗斯能够把天然气卖到欧洲的话，那到时候川普跟普丁就可以谈定俄罗斯停战哦。你看当年俄罗斯整个欧洲的天然气有40%是用俄罗斯的，甚至连东德一些前安全顾 KGB 川普的普丁的好友普丁友瓦尔西尼，他也一直在怎样接触普丁的团队，他希望用秘密的计划促成俄克兰战争结束，同时去深化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是让普丁跟川普的关系很好。对，而且瓦尔西尼这个还提出什么计划？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天哪！现在习近平是非常危险。第一个是让北溪2号能够盖好，所以北溪2号破产，就是真的要开始让美国来建。再来，穿越乌克兰的输油管或天然气管线，也让美国来接手。哇，乌克兰以后如果停战，里面还有个油管，让美国来建。接着，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股权让美国人进来投资，甚至让美国可以作为买家，先从俄罗斯买天然气，再卖给欧盟。这代表什么？美国川普要当成中间商，他根本是2手赚了嘛。对啊，我先从俄罗斯买天然气，再卖给欧盟，哇，你在中间商白赚一笔钱呢。这些人就提议希望做这件事情，所以普丁跟川普的关系会变得非常好。那为什么普丁要干这件事情？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欧盟的天然气用俄罗斯不是越来越少吗？对，同一个地方，中国的天然气买俄罗斯的就越来越多。你看，所以他只能俄罗斯被管制、被制裁的时候，我只能往中国去卖。去卖的时候，我想说你应该会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价钱，没有，你越收越便宜，吃定我。很多1立方尺卖给土耳其、卖给欧洲客户是1000立方尺是卖501美元，对，卖给中国卖多少？你知道297，连300块都不到，打6折，打6折在卖的，打6折不到。那我们看2022，这是彭博社的报告，俄罗斯自己的报告。如果2024年，卖给欧洲跟土耳其的客户是481，卖给中国271，也不到6折，多可怜啊！等于你都赔钱在卖。有算过一个数字，然后整个中国每年从俄罗斯占便宜占140亿美金，甚至用俄罗斯便宜的天然气跟石油制造大量低价的工业产品，因为石油跟天然气可以做成乙烯，最后变成衣服各种原料，所以那西运的便宜衣服就是打这么多折扣啊，难怪你打不赢他啊！但是川普但是普丁痛不痛？我当然很痛啊！我每年都被用这么便宜打6折、打7折卖给你，所以卫国战争，你看啊，2个人阅兵的时候感情多好，甚至中石油公司还去见俄罗斯的能源部长，感情很好。事实上已经偷偷在跟川普勾手了，希望以后恢复出口之后，再也不用让习近平占便宜。这种我们刚刚提到习近平现在对国际什么，大家都在孤立他，而他回到国内才发现，之前跟我好的亲信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对，没错。实际上，习近平为什么觉得孤单呢？他的这个军中的人马一个一个都不见了。从之前的这个苗华，他这个被这个开除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位之外，现在大家都说，何卫东不见了，因为何卫东是他任命起来的这个军委会的副主席嘛。但事实上，你看他我们知道上一次他在这个中国国防部能够查到的事情，就只有一个3月10号主持相关的这个文稿，其他文章全部都不见了。你现在去查，只剩他一篇，完全都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只有国外的报纸，美国报纸又说他已经失事了，但是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内部没有任何他的这个消息。但是你从这个蛛丝马迹，他被删除的一些所谓资历来说的话，表示他真的有事了。好，那有事的时候，我跟他讲，事实上中国官方一直不承认。3月的时候呢，就有人问这个中国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就说：“那关于这个所谓的何卫东呢，他不见了，那这怎么说？”他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状况。好，那等他4月的时候又被问到一次，他说我们此前已经回应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层级太低，没办法回应这件事，因为这个是牵扯到这个军委副主席的这个职位。好，那我讲除了何卫东不见之外，最近还有2个人被整肃。谁呢？一个是武警卫队的这个政委叫张宏斌，对，然后另外叫中央军委政法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书记叫王仁华，他们2个人都被整。为什么被整呢？因为202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习近平就开始发动了这个大整肃。他说什么？
这个根据人家的爆料，所有不听习的话、不配合打仗的名单全部都是被清除掉。而且他说这个习近平是铁了心要打台湾，然后要下令要这个打出民族复兴的一战。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反正不听话、不想战的，我全部给你 fire 掉。但是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大家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不忠不义、不可靠的，所有人都被 fire 掉。好，那我想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件事？这个张宏斌不是被干掉了吗？对不对？好，那我跟他讲，在2021年的1月的时候，其实习近平当时有主持了一个所谓上将晋升大典。好，上将晋升大典当时有7个人被升为这个上将。好，那我们接着讲，除了这一次被干掉的这个张宏斌，还有袁华智啦、徐德清啦、这个刘青松啦、吴亚楠啦，还有秦树桐啦，还有这个李玉超，赵伟，你知道吗？这7个人来说话，现在都已经不在位置上了。这7个跟习近平拍照的人，对，这个仪式还是他站这么近，是，然后他亲手把他们全部都送走了。对，为什么？因为说港铁完全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很多人我就想嘛，不忠不义不可靠嘛，所以这些人都完全不见。所以我就跟你说，习近平好不容易扶持的这些人上来，你上来之后你要变成是我的人马，就后来我要亲手毁掉这些人。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会觉得孤单？因为我当初晋升的人，怎么都不见了。那现在变成谁？变成是张幼霞他们在把持这个军委。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会觉得，我最近看到他都觉得说他好像神情很郁闷啊，然后精神状况不太好。事实上，除了被国外清剿之外，国外都给他压力之外，他内部好像找不到可用的人啊。他难道真的他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孤单啊？廷伟，我们都知道，普丁跟习近平感情非常好，还有什么最亲爱的兄弟、最亲密的战友，甚至不顾危险，我一定要去挺你。但今天说变就变今天习近平好跟美国谈了这个关税90天，好，那另外普丁的部分，他也要去土耳其啊，他说他有释出善意，要去谈。这2个人是怎么样貌合神离、感情演假的吗？没有，我常讲中俄之间的关系像什么？像是同床异梦，你知道吗？同床异梦， 2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想的都是别的事情，而且会想说你会不会有一天出卖我，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普丁其实现在跟美国之间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异床同梦啊，异床同梦。对，虽然睡不同的床，但是事实上想的事情是同一样啊。什么事情呢？你想想看啊，俄乌战争一打下去之后，俄罗斯的国力是不是衰退了？惨了。对，衰退之后呢，接下来如果旁边中国那么强的话，会不会有一天陈赖清德所讲的《爱混条约》，你把这个中国的东北的这个上面的什么库页岛、以前西伯利亚的一些领土全部收回来，有没有可能的事情？这是有可能的哦，因为中俄之间的这个比较这个国界线非常长，所以以前发生什么珍宝岛事件啊，发生什么这个黑龙江这个事情，这边的国界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哦，今天当时的中国就是因为弱，所以他不敢去冒犯北方的政权，对，北方的这个俄罗斯，他们就称为北极熊，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因为他们目前2个看起来好像说，川普美国打下来的时候，我陆权国家赶快抱团取暖。但是你以为说他们真的在抱团取暖啊？没有，事实上都是各怀鬼胎，各自在想自己的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而且下一步怎么对川普输成，这个才是问题啊！你看到习近平不是说不接触吗？没谈判吗？没跟美国打电话吗？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私底下早就派一组人马，早就到华府去了。对，那你看到今天何立峰在日内瓦谈的这些东西，难道前面不用事先作业吗？难道不用幕僚先做一个沙盘推演的，或是先讲好之后，现场来讲的话，哪有那么快的谈2天，那个2、3天的联合声明就出来了？一定是早就瞧好了嘛。好，所以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中美之间来讲的话，它有它的自己的需求。好，那俄罗斯跟美国之间一样意思啊，俄罗斯打到现在，他还是要恢复他的国力啊。那今天好不容易泽伦斯基敢答应这些和谈的条件了，你看上一次在梵蒂冈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2张椅子摆在那边，然后2个坐在那边，那是刻意放出来放给普丁看的。我们已经说服泽伦斯基了，泽伦斯基这些条件可以谈下去了。泽伦斯基现在不是很开开心心的也跑到土耳其，准备也有可能要跟这个普丁是不是有可能未来有见面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什么事情呢？如果这个俄乌战争一化解的话，那其实接下来该担心的就是中国了。因为俄罗斯它已经可以保全实力，然后呢，跟西方国家如果有一些互通有无来讲的话，就不需要靠你中国啦。所以俄罗斯2选1的话，我宁愿选西方国家，也不要选你习近平。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普丁还可以把习近平跟他讲的话出卖。
然后告诉这个川普，或是告诉西方国家，这都有可能事情。所以其实中国他们官员早就已经嗅到这种气绝。以前我跟中国大陆官员接触的时候，他们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这个现在普丁或者是说现在俄罗斯已经不是像以前苏联共产党了。他们以前还有这个共产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这种联系，对，双方是意识形态的相同。那现在不一样啊，俄罗斯一转身，他可能就什么跟美国大拥抱了。那这时候把中国怎么办呢？就出卖了中国。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中国其实对俄罗斯是还蛮提防的。当然，俄罗斯也对中国会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同床异梦这是两国的最大的一个写照。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